Hello，大家好，我是小阿。我知道最近泰国百合剧满天，全部河道、全部脆、全部 X、全部 Instagram、全部都是，就是很多有在一起追的人。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3部，就是我看的10部里面有3部是没有你不会看到爸爸妈妈、恐怖的阿嬷在阻碍他们感情的3部泰国百合剧。我对那种情节会特别容易情绪会被触发，所以我常看到就是如果没有太多我就会跳掉，但是有时候真的他们话讲太难听，我也是会心里面会开始有一些很生气很难过，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像我一样不是很能有那个心脏去承受这类的剧情，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我目前看的10部里面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的泰国百合剧。泰国百合剧里面10部，我按照顺序来讲的话，第1部看的是《学姐可以爱我吗》Love Senior， 第2部看的是《爱情轨迹》Affair， 第3部是《地球倾斜23.5度》23.5， 第4部是《我们的秘密》，第5部是The Loyal Pin， 再来第6部是粉红理论，因为他们同一个 CP，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反过来看。第7部就是我整个爱上的冥王星之恋，你知道我爱到就是我停止看百合剧，因为我就是只能看那他们或是 film 他们其他的影片，或是他们去 High Season 综艺节目的影片，因为我就是想要停下来，我就想要沉浸在这一对 CP 里面。第8部是 Us the Series， 这是我第1部在追，就是它还没有结束就在追的剧。第9部是爱填满空白 Blank， 这一出我也觉得超棒的，有很多我觉得很可以提的地方。第10部就是 Reverse for You， 逆转时光只为你。第1部是我第1个接触的泰国百合剧，在嘎嘎欧拉拉上面看到的，就是学姐可以爱我吗？而且我知道他们竟然还去了台湾粉丝见面会，好像2次吧。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搬到这么远的地方才开始迷上泰国百合呢？如果之前住在日本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去台湾粉丝见面会之类的。这出剧其实里面就是大学生活，然后谁喜欢谁就谁喜欢谁，而且甚至里面你不知道，我觉得里面好像没有那种就是谁是直男谁是直女谁是双谁是同这些概念，反正就是谁喜欢谁喜欢谁，所以我觉得蛮好的，蛮自然的。当然也是有一些如果你比较不喜欢那种如果简讯没有回然后就会出代誌的那种剧情，那你可能心脏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出剧。有一些剧他们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去创造他们的戏剧张力，然后有一些人很喜欢它，这个就是非常多元，就是有很多不止一个女生喜欢女生，就是所有的女生男生他们就是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可能会喜欢上谁，所以我觉得蛮赞的，欢迎去嘎嘎欧拉拉上面看。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YouTube 好像也有，所以我都会把链接放在下面。那第2部是我目前10部百合剧里面看过我算是第2、第3部最喜欢的，就是地球倾斜23.5度。自从疫情过后的我其实蛮能理解Onsa 这个角色，他非常的害羞没有自信，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健长非常温暖的人，我觉得对这个角色很有共感。这部剧里面主要也有讲到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议题，所以我很喜欢看剧里面除了看女生跟女生相爱还有讲别的议题，就是讲到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因为谁很奇怪就排挤他们霸凌。那霸凌方式有很多种，有些是比较肢体的比较直接的，语言上也比较直接的，有一些就是反而就是忽视你那一种，忽视你的霸凌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可能小时候的伤害吧。但是这部剧他演的同时又非常轻松搞笑，然后又非常可爱。但是如果你也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谎言拖太久不讲的话，那你可能也再斟酌一下。但是反正这出剧是我目前觉得看的真的是也是心花怒放的，觉得超级可爱的高中校园剧。最重要的是里面也没有恐怖的爸爸妈妈阿嬷会跟你说你怎么可以喜欢女生反而是非常支持你。第3部剧是我在加拿大 Netflix 唯一找到的一部泰国百合剧，叫做 Reverse for You， 逆转时光只为你。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部剧会在加拿大的 Netflix 上面，因为它这部剧有一点科幻，它是在讲说有一对姐妹，姐姐可以把时间倒转10分钟，妹妹可以看到未来，所以它是有一些那种特别的效果的出现。再加上它的 ending 竟然是有一点开放性的 ending， 就你不知道他在一起了没，很像 Carol， 就是你不知道他最后在一起了没。不过他这个跟 Carol 又非常不一样， Carol 那个真的是他们到底在一起了没，
或是像 The World Unseen 也是另外一部很久以前的电影，也是讲说他们到底在一起没。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波折，然后最后又不让我们知道他们到底在一起没，然后没有很多很甜甜的在一起的那些情节，看得心里很纠结那种。所以这一部我觉得还蛮适合你很喜欢一些科幻的元素在里面，因为像我老婆她超爱跟应该是说 fantasy 有关的，那反而是跟科幻又不一样，反正就很喜欢增加这些元素的故事，所以我们家有非常多小说是有这种元素的 LGBT， 通常都是女生跟女生相爱的这种小说。这支剧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虽然说它不止没有会打压你的爸爸妈妈、阿嬷干嘛、阿公，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支持女主角跟女主角要能在一起的其中一方的家长，因为我不想要说太多，爆雷太多，所以这出剧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Anyway， 赶快去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出剧我上网查，它是去年9月就在全球 Netflix 播出，所以不知道台湾的 Netflix 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吗？这样大家都可以赶快去 Netflix 看。如果以后有更多没有这种家里面爸爸妈妈双亲、阿公阿妈干嘛打压的剧，我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情，所以我很容易就是情绪会被触发。像我以前其实也都是偷偷躲在棉被里面看这些剧，我也是常常就是因为一些这些打压事情，然后常常偷偷躲在棉被里面哭了很久。所以我知道当时我在棉被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百合剧，结果竟然有这些情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更痛苦，因为就觉得为什么他要演出我现在的痛苦？我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看这么忧郁的剧？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挑战，想要看一些比较快乐的剧，非常推荐这3部。不过也想跟大家分享，目前我看的10部泰国百合剧里面，每一个都有快乐的结局。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是跳过那一些爸妈在打压、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的情节的话，你也是可以跳过，因为他们都是有快乐的结局。那我们就下次见喽。